各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ServiceNow 最近一個季度的訂閱收入增長 22%， 未來12個月將確認的合同收入，也就是 CRPO 增長 22.5%， 總剩餘合同金額增長 25%。從這些數字看，它仍然是一家高速增長的軟件公司，但股價卻從過去1年的高點附近跌去超過一半。今天盤後將迎來最新一期財報，所以今天我們來聊聊這家公司。很多人仍然把 ServiceNow 理解成 IT 工單軟件，員工電腦壞了提交申請，服務器異常系統自動派單，新員工入職創建賬號申請設備開通權限。但今天的 ServiceNow 已經不只是處理工單，它更像企業內部的工作流調度平台。企業可能同時使用 SAP、Oracle、Salesforce、微軟和各種自建系統。ServiceNow 不一定替代這些軟件，而是負責把它們連接起來。誰發起任務，誰審批，調用哪個系統，數據寫到哪裡，出現異常後交給誰處理。這類平台一旦深入企業內部，遷移成本很高。更換平台意味着重新設計流程、遷移數據、重做接口，並重新通過安全與合規審查。因此 ，ServiceNow 的優勢不是某個功能，而是它已經嵌入客戶的日常運營。截至2025年底，公司約有8700家客戶，訂閱收入佔總收入 97%， 續約率長期保持在 98%。到2026年第一季度，年合同金額超過500萬美元的客戶達到630家。這說明它最重要的增長方式仍然有效，不是依賴大量小客戶，而是在全球大型企業內部不斷增加產品模塊和合同金額。最新財報到底好不好？第一季度 ServiceNow 訂閱收入 36.71 億美元，同比增長 22%， 總收入 37.70 億美元，同樣增長 22%。CRPO 達到 126.4 億美元，同比增長 22.5%。全部剩餘合同金額達到277億美元，同比增長 25%。對於一家年收入已經超過130億美元的軟件公司，這個增速依然很強。但市場關注的不是財報標題，而是增長質量。公司上調了2026年訂閱收入指引，全年預計達到 157.35 億至 157.75 億美元，名義增長 22% 至 22.5%。不過，這裡面大約有 1.25個百分點來自 Armis 收購。剔除收購後，核心訂閱收入的固定匯率增長大約在 19% 到 20% 之間。這個數字仍然不錯，但已經低於財報標題裡的 22% 以上。第二季度的 CRPO 增長指引更值得注意，公司給出的名義增長只有 19%， 固定匯率增長 19.5%。這意味着要繼續保持 20% 以上增長。ServiceNow 越來越依賴新產品、AI 升級和併購。AI 是機會，也是壓力。ServiceNow 希望成為企業人工智能的控制層。未來大型企業不會只使用一個模型 ，OpenAI、Anthropic、Google 自建模型以及微軟和 Salesforce 的 AI 代理可能同時存在。真正複雜的問題不是模型本身，而是這些 AI 可以訪問哪些數據，執行哪些操作，由誰授權，出了問題如何追蹤。這正好是 ServiceNow 擅長的領域。大模型可以生成答案，但企業真正需要的是執行。它可以建議批准一張發票，但誰有權限批准，超過多少金額需要2次審批，數據寫入哪個系統，操作記錄保存多久，這些都需要工作流平台。所以 AI 越深入企業， ServiceNow 理論上越重要。現在越來越多的大模型公司都有自己的 agent， 從 Codex 到 Claude Code、Hermes、JUN， 未來的 AI 的主角一定是 agent。 ServiceNow 第一季度年合同金額超過100萬美元的 Now Assist 客戶數量同比增長超過 130%。 管理層還把2026年 AI 業務目標提高到大約15億美元。但這裡必須保持謹慎。ServiceNow 沒有單獨披露完整的 AI 收入，投資者無法準確判斷這些 AI 合同有多少是新增預算，有多少只是原有客戶升級到更高版本，又有多少來自 Moveworks 等被收購業務。AI 還可能改變企業軟件的收費方式。傳統軟件通常按用戶或席位收費，但如果未來大量工作由 AI 代理完成，企業可能要求按調用次數、任務數量或者結果付費。這對 ServiceNow 既是機會也是風險。
AI 代理需要工作流平台，但如果主要入口被微軟、OpenAI 或其他平台控制 ，ServiceNow 可能变成後台基礎設施。它仍然重要，卻未必還能保持過去那樣的定價權。為什麼要花77.5億美元收購 Armis？2026年4月 ，ServiceNow 完成對網絡安全公司 Armis 的收購，交易價格約77.5億美元，是公司歷史上最大的一筆併購。Armis 的能力是發現和監控企業網絡中的各種設備，包括電腦、服務器、工業設備和醫療設備。ServiceNow 則負責後續流程，發現風險後啟動修復、隔離、審批和審計。業務有協同，問題在於價格和成本。這筆收購會為2026年收入增長貢獻大約 1.25個百分點，但也會讓全年調整後營業利潤率下降約 0.75個百分點，自由現金流利潤率下降約2個百分點。ServiceNow 原本預計2026年調整後營業利潤率為 32%， 完成收購後降到 31.5%， 自由現金流利潤率目標從 36% 降到 35%。而且 Armis 不是唯一一筆大收購。2025年 ServiceNow 還以約 28.5 億美元收購了 Moveworks， 兩筆交易加起來超過106億美元。過去 ServiceNow 主要依靠內部研發和小型收購擴張，現在開始用大額併購維持產品和收入增速。這會帶來一個長期問題，它仍然是一家依靠平台自然擴張的高質量軟件公司，還是正在逐漸變成一家依靠收購保持 20% 增長的軟件集團？利潤和現金流需要重新理解。第一季度 ServiceNow 報告調整後，自由現金流 16.65 億美元，同比增長約 13%， 自由現金流利潤率 44%， 但去年同期的利潤率是 48%， 也就是說，自由現金流金額增長了，效率卻在下降。此外，公司定義的調整後，自由現金流加回了部分併購相關費用。如果併購變成長期戰略，那麼這些費用就不能永遠被視為偶發項目。股權激勵也不能忽略。2025年 ServiceNow 股權激勵費用約 19.55 億美元，佔收入 15%。同年，公司回購股票約 18.4 億美元，甚至低於當年的股權激勵費用。所以，大規模回購並不完全等於真正向股東返還資本，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在抵消員工股權激勵帶來的稀釋。ServiceNow 現在便宜嗎？按股價約102美元計算，公司市值大約1060億美元。如果2026年總收入達到約162億美元，當前市值大約是預估收入的 6.5 倍。按照 35% 的調整後自由現金流利潤率計算，對應市值與調整後自由現金流之比大約19倍。相比過去超過10倍銷售額的估值，現在便宜了很多。但19倍調整後自由現金流並不等於絕對便宜，這個口徑排除了股權激勵，也加回部分併購費用。公司還需要證明 Armis 和 Moveworks 能夠順利整合，並且2027年利潤率可以重新擴張。當前估值已經不再要求 ServiceNow 保持 30% 以上增長，但仍然要求它長期維持接近 20% 的有機增長。如果有機增長下降到 15% 左右，同時利潤率無法恢復，那麼股價仍然可能繼續承壓。多頭和空頭分別在壓什麼？多頭認為 ServiceNow 的核心業務沒有出現結構性惡化， 98% 的續約率，接近 20% 的有機增長，不斷增加的大客戶和277億美元剩余合同金額，都說明客戶仍然離不開這個平台。AI 越深入企業，權限、治理、安全和工作流執行就越重要。ServiceNow 不需要押中某一個大模型，只需要成為所有模型進入企業流程時必須經過的控制層。如果 Now Assist、Moveworks 和 Armis 能夠在現有客戶中交叉銷售，當前估值可能已經反映了相當悲觀的預期。空頭則認為名義增長正在被併購抬高。如果剔除 Armis 和 Moveworks， 核心業務增長已經開始向 20% 以下移動。AI 收入缺乏透明度，利潤率又被併購拖累。如果2027年仍然無法恢復利潤率擴張，市場就會懷疑這些收購是否真的創造了價值。接下來最需要觀察3個指標：第一，有機 CRPO 增長能否穩定在 18% 到 20% 以上；第二， AI 業務能否披露更清晰的實際收入和新增預算，而不只是客戶數量和合同規模；第三，
2027年營業利潤率和自由現金流利潤率能否重新擴張。投資判斷 ，ServiceNow 不是一家基本面崩潰的公司，它仍然擁有極高的客戶粘性、強大的合同可見度以及在大型企業內部持續擴張的能力。但它也不再是過去那種只要收入增長就可以忽略估值和資本配置的股票。當前市場給它的預期是，核心業務繼續接近 20% 增長 ，AI 開始貢獻真實新增收入 ，Armis 和 Moveworks 順利整合，同時利潤率在2027年恢復。最可能證明多頭判斷錯誤的指標是剔除併購後的 CRPO 持續下降。如果有機 CRPO 跌到 15% 左右，即使總收入仍然增長 20%， 市場也會認為公司正在用收購掩蓋核心業務減速。這只股票更適合成長型投資者，而不是傳統價值投資者。它最大的收益來源是 AI 治理和工作流平台成為企業 AI 基礎設施。最大的風險是 AI 收入不足以覆蓋併購成本，同時傳統軟件的定價權被 AI 代理削弱。ServiceNow 本質上押注的不是某一個模型，而是所有模型最終都需要被企業流程、權限和安全體系管理。這個邏輯成立，但現在需要財報證明。所以，對於已經持有的投資者，接下來要看的不是股價能不能快速回到前高，而是有機 CRPO、AI 收入和利潤率能不能同時改善。對於還沒有持有的投資者，股價腰斬並不自動等於便宜。真正應該確認的是， ServiceNow 在剔除併購和調整項目以後，仍然能夠維持接近 20% 的增長，並把這些增長轉化成屬於股東的現金流。這裡是美股坐標系，我們不追逐故事，只驗證數字，不預測短期漲跌，只尋找決定長期回報的關鍵變量。感謝收看，我們下期再見。